どうもこんにちは，阿伦チャンネル阿伦です。今天呢，大家看到现在是晚上，现在是大约晚上大约10点半至11点左右之间，所以有时候会在外面不小心跟朋友喝酒喝太晚，或者是来这边临时找不到饭店的时候呢，该怎么办呢？今天阿伦要为各位介绍一个就是所谓的日本的 manga kissa， 就是所谓的像是台湾的网咖一样的地方。可是其实呢，日本这边的网咖其实非常的便利。它除了拥有一些让你漫画跟杂志可以免费看之外呢，而且还有一些附一些饮料的东西，就是喝到饱或者是冰淇淋吃到饱之类的。有些甚至还附带了一些所谓的洗澡，就是有shower，就是你去可以淋浴的服务。然后我们现在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实际的为各位大家介绍一下，走，我们去看看吧。然后大家看到它像这个，它有非常多的，这就是它的 menu， 然后它有非常多的 plan， 然后那个。比如说有算分钟的啦，或者是说几个小时的啊。然后今天呢，阿伦想要去的是这一个，就是 night walk， 就是晚上，就是总共看你要6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的包厢服务。对，然后就是9个小时里面大概是2000块左右。好，我们现在就实际去看看吧。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有的东西。现在看到这边的漫画非常的齐全，种类非常的多。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漫画，然后当然除了漫画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像是比如说杂志啊，或者是说冰淇淋吃到饱，以及那个收不到的令鼓，就是一般的饮料可以喝到饱之外呢，另外呢，它这边所有的电脑呢都有跟印表机做连接，所以你也可以这边印东西什么的。然后还有付费的一些贩卖机啊，以及免费的微波炉跟热水可以使用。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进来房间里面了，现在这附近是非常的安静哦。然后我们先跟各位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进来的时候呢，也看到这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平的，有点像平面的 type。然后它有2种可以选，一种是有沙发椅的，然后另外一种是这种完全是平的。然后因为我今天呢就是要准备来这边试着住看，所以我今天选了这种平面的 type， 然后感觉还蛮宽敞的。然后进来前面这边有一台电脑，对，然后正前方这边有一台电脑可以使用，然后你可以用来上网啊，或者做其他事情。然后左边呢，里面这边有一台电视，然后你就可以看电视。来，我们来试着看看，这边有个遥控器，我们打开电视，我们就可以看电视。然后大家看到呢，它上面呢其实是一种开放式的空间，就是其实它上面呢是没有遮蔽物的，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有冷气啊，或者是其他有些没有的东西。然后旁边呢就是隔壁的人所住的一个包厢，对。然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所以我们隔壁这个墙后面呢就是别人的包厢。然后这边有2个耳机，这耳机呢就是因为为了不要吵到别人呢，在使用电脑啊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用。然后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租借就是手机啊的一些充电器的服务。只要在柜台的时候跟他讲你手机的型号呢，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充电器。那这个回去的时候是要归还的。然后现在看到整个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它其实是还蛮长蛮宽敞的，对，然后完全平面，其实这样一个人睡这边算是还蛮够的。我们现在从另外一边来拍过去，可以看到就像这样子，电脑主机呢是在上面的，然后主机的旁边呢有一个柜子，然后这边有一个灯，然后2个耳机跟电脑。像我现在已经躺下来了，应该看我脚其实是还碰不到底的，而且我头上面还有一些空间，感觉是还蛮宽敞的，大概175公分以下的人都可以来这边住，完全很舒适的，应该没有问题。然后这边呢也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所以可以不用担心你的手机啊没有网络可以使用。电脑的上面呢，这边有个柜子，这个是密码锁，你可以放自己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因为这边的门是没有锁的，所以说你可以在你要去上厕所啊，或者是去洗澡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重要的东西把它放在这个密码锁里面。对，我们来开看，对，它里面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小箱子，你们可以把钱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放在这里面，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设你所需要的密码。然后我们现在去看看淋浴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吧。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洗澡的房间，还可以看到其实还蛮宽敞的。旁边就是一个淋浴间，对吗？然后这边呢有附毛巾呢，跟一些吹风机呢，以及那个基本的一些像是洗头发或者洗身体用的东西。
然后现在都在这边。但是有牙刷，是说这个是刮胡刀，和的刮胡刀，然后以及还有这个就是所谓的相扑，就是洗发精跟沐浴乳跟润湿巾。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利用的时间是15分钟。如果从15分钟之后呢，就要开始计费。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去洗澡喽。好，我们现在洗完澡，然后刚才已经把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呢放到上面的柜子，然后等下再把它锁起来。然后我们也差不多要准备休息了。这些就是要陪伴我入睡前的好伙伴，就是漫画们，就刚刚才去漫画的地方拿的。然后看完这些就要准备睡觉了。另外呢，这个被子呢是我刚才去柜台借的，就它这边是可以不用钱无料的借你这个小毯子来给你当棉被，或者是你要拿来躺什么都可以。然后这是不用钱的，我们就把它借来，等一下拿来当被子盖。好的，我现在要睡觉了。因为这边没有枕头，所以我就用包包来当枕头。然后另外呢，拿自己的外套当被子，就这样。好，我要睡了，晚安。我还有个在吗？现在呢是早上大约5点左右，然后我已经只是从那个 Neto Cafe 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一次像这样子，我是买那个9个小时的时段啊，然后总共花了我刚才结账的时候，因为是出来的时候才结账，然后总共结账的时候花了我日币2180元。然后因为今天是礼拜5，然后所以会比平常贵了200块。那所以如果是你平常来住的话呢，它其实只要花你日币1980，你就可以这样里面住一晚。然后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住了这一晚的感想。这一次呢，第一次体验了所谓的 Manga Kissa， 然后毕竟它里面是不隔音的，而且它是有点像是半开放式的空间，所以其实睡起来其实多少还是心里面会有点压力啊，因为毕竟你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进来，当然应该是不会有，不过还是心里面会有点那种不踏实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来这边是没有办法，或者说你的终点，就所谓的最后一班电车已经走掉，做不到的时候呢，Manga Kissa 也许是你不错的选择。毕竟它很便宜，而且里面又有那种可以让你喝到饱的饮料。像它这种有点像是那种网咖的地方啊，它是那种隔成一间一间，然后其实它是没有隔音的，本身是没有隔音的，所以我在晚上睡覺的时候啊，就不时都会听到旁边的一些那种骚动，或者是有人要进进出出的感觉。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比较没有放轻音量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有点吵。另外它周围的灯，因为它上面是空的，是连接在一起，然后灯是不会暗下来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来住的话，我建议最好戴一个眼罩。然后如果你怕吵的话，可以戴个耳罩，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睡一点。然后另外呢，因为它里面都是有开空调的状况的，所以说你如果平常是这样直接睡的话呢，它空气其实蛮干燥的。像我现在起来喉咙就有点痛，所以如果要来住的话，可能也要准备口罩的话，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然后这次来住这边呢，如果满分是100分来讲呢，个人是给他打55分，因为毕竟它还是不像我们一般家里面，它毕竟第一个它不隔音，而且它蛮冷的，就是因为它冷气一直开着。不过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其实还蛮干净的，而且它其实规划的还蛮不错的。如果是纯粹来这边想要过一夜之类的话，是还 OK 的。可是如果是你想要好好的睡一觉呢，像这种 Neto Cafe 啊、Manga Kissa 这种的啊，我还是并不是太推荐。不过当然是如果预算有限的话，这个还是如果你要委屈一晚的话，其实这个是还蛮 OK 的。然后另外呢，因为里面出入的人呢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虽然说我在里面也有碰到女性的住客，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对女性方面呢，我还是比较不推荐的，因为毕竟里面人来人往，人蛮多的，而且重点是它的门不能锁，然后所以说如果你是担心有些安全的疑虑的话呢，阿伦是不建议你住在这里的。以上就是阿伦的Neto Cafe 跟 Manga Kissa のご紹介でした。阿伦菜园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阿伦菜园呢，主要是为各位大家介绍一些阿伦在日本的一些种种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
介绍一些日本的比较方便的，像是一些商品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或者是一些阿伦的个人的一些兴趣之类的介绍等等。然后这边两边呢是阿伦其他的影片，有兴趣的人欢迎点进去看看。至于下面这里呢是阿伦的频道的按钮，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点这个按钮来登录阿伦的频道，随时追踪阿伦的第一手影片资讯哦。希望また皆さんお会いしましょう。等你哦。